我好喜欢肖邦夜曲第1号，可以请你示范解说这首曲子吗？可以。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谈一谈肖邦的一个夜曲第1号夜曲。这首曲子有一个朋友希望我今天解说，我也很喜欢这首曲子，所以我就弹一段给你们听，好不好？这个曲子是一个杰作，非常好。他19岁的时候就写了，那时候他还没有离开波兰，但是他一些很大的曲子，像那个钢琴协奏曲都已经写了。他喜欢写小曲，因为小曲可以在短短的、在窄窄的、小小的地方可以表现很多，所以它是等于说是一种浓缩品一样。他前面还写了两个夜曲，但是那个后来没有出版，他也不希望它出版，所以等于说这首夜曲是他允许出版的第1首。19岁，但是还是很成熟。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觉得是肖邦的一个典型的地方，他喜欢多重奏。多重奏的意思是什么？像左边6个音为一组，那上面是11个音，那怎么对呀？我小时候弹这个曲子，我觉得很烦，因为他何必这么写啊？我觉得这个弹不起来，弹不出来。一直在算左手跟右手应该怎么搭配啊？应该是哪一个先，哪一个后？算一算，到后来不弹了，算了。那后来我就慢慢发现它的美丽的地方，它美妙的地方。它就是这样，没有被那个拍子定住了，就是很自由的、很自在的，就是很浪漫的，觉得好像在漂浮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后来越来越珍惜这种地方，所以我觉得这种不要用算的，你就把它当做一个空间是怎么分配，就是左手是弹6个音，右手是弹11个音，就这么分配。就好比说我们举一个比喻，你要去听音乐会，结果在那个音乐厅前面你就看到一个前面有一个你欣赏的、你看上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或者是一个帅哥，他还没有到门口，你进去你就见不到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在门口跟他碰面。但是他只剩下几步，剩下6步，你剩下11步，那怎么办？
你一定要追得上他，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感觉你好像在追他一样，你就这种悠悠的、很悠闲的再慢慢的走过去，慢慢的走过去，刚好恰恰的好在那边碰面，哎，怎么搞的？你也在这啊？什么的啊？说不定你还可以替他买票啊。所以这个不要用赶的就慢慢的谈，慢慢的谈，这样好像很随和、很自然的，这样表现的反而最好。我再试试看啊。我现在弹这样子，等一下弹另外一个样子，都会有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个速度，你说下面是12个对22个，这个也没办法算，所以说那个也不是同一个速度，那个速度会加快，也会减慢所以就是这样，悠悠的这样有时候你太早到了也没关系啊，你在那边晃一下，你太慢那就糟糕了。所以一直弹熟了，你觉得右边好像快一点，那右边稍微慢一点就慢慢可以对称。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这个3:24:3这个是很正常的，我们都已经理解到了。那肖邦音色很多，要踏板要用得好。我刚才也是有的地方好像踏板用的有点多。所以音会变得很长。还有一个上面那个音保留着，那下面右手下面还有另外一个旋律所以我们说你音要给他给他身体，给他有肉有骨头，就是，但是也不能太尖。这个肖邦，你说他很多感受在那里面，前面好像有点阴凉的那种感觉，好像柳树，好像垂柳。那一下子变了。我相信那个地方你一定会很喜欢，跟我一样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，就是前面就是很阴凉的，那一下子变成那个小红这样一片这样涌出来的，哇，那个感觉太棒了。那下面也是很冲动，也许那个是因为他还年轻，所以他写的那么冲动吧。刚才是6:7，这个也是怎么弹，要很自然的。我们弹一下那个中间那段，它真的是很安静。那你弹这种安静的地方你身体不要动，你最好就是整个人也是这样安静下来你的观众、你的听众才会明白你的意思这一段呢，听起来好像没什么，就是很小声，但是它有
3个 piano， 3个 forte， 所以它那个力度啊差别很大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左手不要太张开太大啊，手会很累，很辛苦。你就多动你的手臂啊。不要太那个手太张开。肖邦他左手往往有这个困难啊，就是张很大，那个手要张很开。我们如果手面很大的话，那我们就必须那个手臂要动得比较多啊，我们不要让手指那么辛苦。下面那个也很好听，弹最后一段。今天结束到这，谢谢你们看我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按一个赞和留言啊，或者订我的频道。如果有什么音乐推荐我给你们介绍，就留言，谢谢。